向所有全台湾2300万人许诺，中国国民党绝对会是那个捍卫民主自由，中国国民党绝对会是那个重创经济奇迹，中国国民党绝对会是开创100年两岸和平、带领台湾的最重要的政党，好不好？好，谢谢大家，我们共同奋斗，共同努力，谢谢。虽然郑丽文台上喊得热血沸腾，但是100年老店国民党到底能不能带领台湾再次伟大？大家似乎没有真的在 care 的。原因很简单，台湾只是棋子，不是桌上的玩家啊，还是先想想怎么上桌来的实际一些。想要再次伟大，还是有必要复盘一下，当年台湾经济起飞时，国民党到底都做对了什么？其实啊，至少有3件事值得一说，那就是土地改革、经济转型、半导体产业。咱们一件件捋，先说说土地改革。有人开玩笑说，国民党到了台湾后，变成了他们自己不喜欢的样子。老蒋曾对共产党在大陆搞的土地革命恨之入骨，可是到了台湾后，态度却来了一个180度大转弯，铁腕在全岛推行土地改革。为何态度转变来得如此剧烈呢？败退到台湾后，老蒋痛定思痛，反思在大陆政策失误之处，其中重要的一点就是没有彻底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。到了台湾自然不能重蹈覆辙，于是索性直接抄起了对岸的作业，大刀阔斧地在台湾推行土地改革和375减租。结果还真有点令人没想到，看似矫枉过正的抄答案，居然抄对了。问题来了，到底什么是375减租？1949年4月14日，台湾省主席陈诚颁布《台湾省私有耕地租用办法》，开始强力推行375减租政策。所谓375减租，简单说就是地主收租不能超过佃农种粮收入的37.5%。这么精准的数字是怎么来的呢？其实啊，不是大家想的那种经过了严密的经济测算，而是简单的一道数学题，那就是种粮收入的25%算作成本，剩下的75%算作结余，由地主和佃农平分，算下来正好是37.5%。你还别说，这样的减租政策虽然简单粗暴，但快速见效。国民党当局有过统计，当时台湾土地集中状况和大陆类似，约11%的地主占据了56%的耕地，89%的佃农和半自耕农仅拥有21%的耕地，而且地主收租高得离谱，平均达到种粮收入的50%到70%，佃农已经被压榨到了极限。此前，佃农把7、8成收成都交给地主，日子过得紧巴巴。政策一出，佃农家里可以留点结余，转为对土地的投入，形成正向循环。到1962年12月31日，全台共减租25.68万公顷，占总耕地面积31.4%，受益农户29.6万户。到1970年，台湾出现稻米生产过剩，开始减少水稻种植面积。其实说来，土改这件事也没那么复杂。中国几千年来的土地改革，无非就是围绕减租和耕者有其田这么2件事。那么，国民党是怎么通过2道政令让土地回到农民手中的呢？第一道政令叫做公地放领。日本占领时期，殖民政府和日本移民占了大量土地，台湾光复后，国民党接收这些土地叫公地。1951年6月，国民党当局推行《台湾省公地放领扶植自耕农实施办法》，把公地发放给耕种的雇农、耕地不足的佃农等。地价是1年正产物的2倍半。从1951年初到1976年，放领土地占全部公地的74.6%，承领农户近30万户，平均每户承领接近半公顷。公地放领的重点就是要把地分到失地农民手上。第2道政令是从1953年5月起，国民党又开始全面推行耕者有其田政策。简单说，就是规定地主拥有土地的最高限额，超出部分由当局征购后转售给佃农。到1953年底，政府征购了13.93万多公顷土地，占全部出租耕地的56%，有19.48万户佃农承领了土地，占佃农总数的64%。政策实施后，台湾稻米产量迅速提升，每年达到200万吨，超过了日本统治时期的最高产量。国民党在台湾的土地改革，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土地问题，稳定了农村社会，算是抄对了答案。不仅如此，还有意外之喜。土改中，当局把债券和国企股票作为征收土地的补偿发给了地主。部分中小地主很多不懂或者不信任这些债券股票，低价卖了换现钱，
台湾5大家族趁机低价购入，逐步完成了工业资本的原始积累，成为巨头。而那些被迫卖地的地主们有了钱，摇身一变成为资本家，开始投身工商业，为实现工业化以及经济的发展创造了条件。农业资本和工业资本之间完成了丝滑切换，某种程度上也为后来台湾经济转型埋下了伏笔。减租、放领、耕者有其田，一套作业抄得行云流水。话说回来，其实类似的土改，国民党在大陆时也并非没抄过，为什么来了台湾才顺利抄对呢？其实啊，蒋经国1941年在赣南就曾雄心勃勃地搞过土改，最终却无果而终。道理是再明白不过，国民党统治基础就来自大陆地主乡绅，要他们打土豪，但土豪竟是自己，那自然难于登天。而在台湾就不一样了，把日本人赶走后，岛内地主阶级和国民党政权没什么利益捆绑，慨他人之康，这个好人自然是可以做的。回看国民党在台湾的土改，正确答案其实不是到了台湾后才知道，只是没有被逼到墙角，就揣着明白装糊涂而已。剜肉补疮，万万不可。借花献佛，乐意为之。不难发现，国民党登上历史舞台后的每一次抉择，无非是国家利益和政党利益之间如何取舍。下一集，我们接着聊聊在国民党治下，台湾经济是如何转型起飞的。